我和我哥一同在朝为官。我一路晋升直至左相，我哥一贬再贬，被发配人迹罕至的领州。他第7次寄来书信，妹妹，求求，唠唠。我眼皮一跳，隔日上朝时都心神不宁。皇帝接过我的奏折，眉目含笑，爱卿可有心事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官拜左相那日，我和几位相熟的同僚小酌了几杯。回到府中，天色已晚，莫名有几分不安，连带着右眼皮都跳了一下，似乎有什么不好的事即将发生。府里没走水，书房的折子也整整齐齐放着，没有窃贼来过。我又回了自己院落，摸到枕下那个小方盒，这才彻底松了一口气。然而这口气刚松到一半，小厮头也不敢抬，捧着一封书信进来了。这是领州宋大人寄来的家书。看着上面龙飞凤舞的几个大字，我两眼一黑，差点忘了，我最大的威胁不是别人，而是我那个当了5年官被贬17次的哥哥。我和我哥宋清安一母同胞，年幼时连爹娘都分不清谁是谁。他不学无术，日日逃课去斗蛐去。我正好不习女工，就换上男装，扮作他的模样去私塾。或许是书读多了，心变野了。我无法接受几年后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几个字拘着，嫁作他人妇。宋清安顺势给我出了个馊主意，你读了这么多书，就不想入朝为官，施展抱负吗？本就想着科考试试，谁知放榜时我高中状元，而我哥踩了狗屎运，也成了个进士。恭贺的人群乌泱泱挤在门前时，我爹茫然地出声问，孩子他娘，我怎么记得我们当初生了一男一女啊？我娘掐着爹的胳膊，孩子他爹，有没有可能当初咱们闺女长出来了？没有这种可能。爹娘得知我女扮男装高中了状元，险些吓得背过气去。现如今说出真相，那可是欺君之罪，全家要砍头的。他们愁了几日，最后别无他法，只能再三嘱咐，你们兄妹一同入朝为官，可要互相照应，千万不能被人发现身份。我哥咬着个桃子，笑得一脸傻气，妹，爹娘让你多照顾我呢。我黑着脸，入朝为官可不比在家中，宋清安你少闯几次祸，就当是为我好了。结果做官第1年，宋清安因为嘴馋，多喝了右相1杯酒，被当成了右相党羽。右相主张变法失败，连带着我哥被贬出了京城。离京那日，他抓着我的手，眼含热泪，妹啊，你加把劲儿升官，京城的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尾儿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猪、卤鸭、酱鸡、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晾肉、香肠、什锦酥盘，我还没吃够呢。我嘴角抽搐，馋不死你。从先帝驾崩到新帝登基5年里，宋清安被贬了17次，我捞了他17次。我一路晋升直至左相，我哥一贬再贬，被发配人迹罕至的领州。再发配就要去当野人了。我两眼一黑，打开了他那封信。还记得我哥上次被贬是支持右相变法，这次被贬则是不支持右相变法。被贬的次数多了，宋清安早就没有了最初的惊慌。他一开始还在信里哭着哀求，妹，这里的饭太硬，菜太辣，哥哥我吃不惯，快饿死在这儿了。妹妹，求求，唠唠。现在宋清安龙飞凤舞落下几个大字，妹，岭州的风水养人，我同河岸对面的野人姑娘看对眼了，等我下次回京，给你带个野人侄女回来。室内一片死寂，我闭了闭眼，脑海中浮现出宋清安牵着野人姑娘穿着草裙的模样来。那宋家是真完蛋了。过了好半晌，小厮才大着胆子开口，大人可有法子？我已经是大招最年轻的左相了，可以说是1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哪还有什么法子？我冷笑，难不成让我坐到龙椅上去？当晚我做了一整夜的噩梦，导致隔日上朝时，我都有几分心神不宁，盯着龙椅出了神。同僚悄声问我，左相可是在担心宋大人？宋大人吉人自有天相，上回从岭南回京，整个人都吃胖了2圈呢。是啊是啊。另一个同僚附和，宋大人又是左相的同胞哥哥，陛下如今这般器重左相，想必宋大人回京的日子也不远了。
众人都上赶着巴结我，只有右相一人偏过头，冷哼一声。此人小肚鸡肠，宋清安没支持他变法，他把我全家都记恨上了。简单说了几句客套话，我转身就要走，身后突然跟上来个太监，左相留步，陛下要召见我。我第一反应就是宋清安那厮又闯祸了，我脸色并不好看。谁知到了殿内，陛下换下了朝服，正在批奏折。见我进来，陛下抬眸笑道：“宋爱卿，坐。”我如坐针毡，如芒刺背，如鲠在喉。当今圣上就是个笑面虎。当年我还是个芝麻小官，朝中大臣半数投奔三皇子，半数追随五皇子。同僚悄悄问我会选择哪个，三皇子倨傲，五皇子怯懦。无论谁登基，大招都要完了。我随意在先帝的皇子中瞥了一眼，选七皇子吧。七皇子怎么可能？他的背后可没有实力强劲的母家，也没有鼎力相助的大臣。可就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七皇子，最后登上了皇位。还记得七皇子登基那日，我也跟着升官。后来战战兢兢地问了一声，年轻的小皇帝放下手中的奏折，眼底含笑：“宋爱卿，整个宫里到处都有朕的眼睛。”那日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府的，浑身上下出了一身冷汗。我一个芝麻小官说的话，都能被当时还是侍宠皇子的陛下听见，可想而知他藏得有多深。怕自己女扮男装的秘密被发现，我想过辞官，带着全家避世。刚动了个念头，宋清安就被贬了。我无奈，只能回来捞他。我不自觉地朝着龙椅看去，不会刚动了个念头，又被小皇帝知道了吧？小皇帝如有所感，终于放下手中的奏折，朝我看来。朕记得令尊离世前，曾为宋爱卿指过一桩婚事。我僵硬地点了点头。爹娘离世前还在为我遮掩身份，特地给我找了个不存在的表妹，装模作样写下了我和她的婚书。如今孝期已过，怎么不见宋爱卿去提亲？我整颗心都提了起来。当时只想着能躲一时是一时，大不了我就辞官离开。可谁知我有个净拖后腿的哥，如今官拜左相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可不是我想走就能走的了。表妹心有所属，臣同她的婚事就此作罢了。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自己说完这句话，皇帝脸上的表情缓和了些许。这只笑面虎歪头，含笑朝我看来。可要朕为爱卿再寻一桩婚事。朕看左侍郎家长女正值芳龄，林御史的妹妹尚且待字闺中。我汗毛耸立，越听越心慌。毕竟入朝为官5年了，我对皇帝多少有些了解。他表面上看起来纯良无害，但其实出手果断，心狠手辣。能被皇帝说出来的事，多半是他心底已经有了主意的。全凭陛下做主。结果这句话就像是马屁拍在了马腿上，一时间殿内鸦雀无声。皇帝收敛了笑意，定定地看着我。我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，心慌得厉害，一时间连自己葬在哪里都想好了。小太监在门口一晃，提醒皇帝该用午膳了。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，起身告退。慢着，今日有几道新菜，都是你远在岭州的哥哥送来的菜谱。宋爱卿，留下同朕一起尝尝吧。被皇帝留下用膳，这可是莫大的殊荣。但我看着一道道菜肴被端上来，总觉得自己吃的是断头饭。宋清安是个极为挑食的主，我还记得他第一次被贬后回来，整个人瘦得不成样子。不过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，他很快学会了如何苦中作乐。根据当地的特色制作新菜，宋清安制作的菜谱风靡了整个京城。每次被贬都把自己吃得油光水滑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享福去的。我看着眼前菜肴，毫无胃口，装模作样的吃了几口，好不容易等皇帝放下筷子，我战战兢兢地开口：“陛下，是不是臣那个不成器的哥哥又犯了什么错？不然也不会突然把我留下，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来敲打我吧？”谁知小皇帝歪头，似乎有几分疑惑：“怎会？朕只是想同爱卿叙叙旧罢了。还记得朕刚登基时，朝堂动荡，是宋爱卿日日伴随朕左右，这才稳住了局势。几年过去，难不成生分了？”
似乎是为了印证他所说的话，放我出宫时还赏赐了不少东西。就连皇帝身边最得宠的大太监，在我跟前都笑得谄媚。左相年轻有为，陛下对左相当真爱重。这夜明珠只此一颗，连太后宫中都见不到呢。他刚说完，旁边传来一声冷笑。右相不知道在门口等了多久，脸色并不好看。他斜斜地瞥了我一眼，大步朝前走去。狐媚惑主。狐媚。我茫然地停下脚步。女子的身份没有暴露，今天穿的又是官服，我怎么狐媚惑主了？大太监连忙找补。右相定是听说了京城中的谣传，左相不必放在心上。回去路上，我还有些恍神。萧富雪当年登基时，朝中上下各怀鬼胎，小皇帝能相信的人很少，我这个从不站队的，就是其中之一。一年又一年，朝中上下几乎被萧富雪推翻重洗了一遍，然后他就将目光落在了我们这些曾深受他信任、手握大权的人身上。我至今还记得，其中一位同僚邀我小酌，他喝醉了，还不忘拍拍我的肩膀。我们也是陪着陛下一路走过来的，他连我们都不信，还能相信谁？更何况我手握10万大军，除了我，陛下还能交给谁？然而隔天，他就主动辞官，远走他乡。离开时，我去送行了。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忌惮地看了皇城最后一眼。我怕步他后尘，主动让权。可谁知我越让，萧富雪越是要给我封官加爵，直到今日这般地步。我叹了口气，收敛了情绪，开始给宋清安写回信。回信写完，我喊了几声小厮的名字，却一直没有动静。窗外还时不时传来一阵窃笑。我推开窗，你们……几个丫鬟小厮吓得脸色惨白，哆哆嗦嗦地朝怀中藏着什么东西。结果手太抖，那样东西反而掉了出来。我定睛一看，是个画本。半个时辰后，府中所有人都站在了院内。我看着从他们房中搜出的那些画本，纯情左相火辣辣，皇帝心尖宠，左相哪里跑？如何当好一个皇帝宠臣？我敢确信自己身份没有暴露，否则在京中流传的就不是我和萧富雪的画本，而是我被抄家的消息了。我嘴角抽搐，这些都是哪来的？有个丫鬟弱弱出声：“大人，京城里遍地都是。”我两眼一抹黑，算是知道为什么右相对我敌意如此之深了。萧富雪后宫空无一人，右相曾多次上奏要替皇帝选妃，但次次都被萧富雪推了回来，次次用的都是事务繁忙这个借口。而这种时候，我又连升几阶，官拜左相，甚至被留下和萧富雪共进午膳，连我自己这样想想都觉得不清白。我和萧富雪分明就是最纯粹的君臣关系，可能是祖坟那里出事了。我有几分恍惚，闭上眼睛前还在想，明日要去给爹娘上坟，而且当下的情形让我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了。我攥紧了那个小方盒，难道只能假死脱身了吗？爹娘喜庆，马车摇摇晃晃地停在了山脚。我一袭素衣，只身一人上了山。我不是个孝顺的女儿，让二老临走前还在操心。爹娘，我在他们墓前跪下。这些日子来发生的事情太多，叫我进退两难。女儿要离开京城了，你们放心，假死前我会打点好一切。看在我的份上，陛下想必也不会为难哥哥，只是我不能常来看望你们了。我都想好了，假死前要留下一封遗书给萧富雪。遗书上每个字我都反复推敲过，确保那只笑面虎看不出任何端倪。我只是有点不甘心。论才能，我不输朝堂上任何一个人，他们能站在那里议朝政、谈国事，我为何不能？爹娘，我相信有朝一日，如我这般的女子，也能正大光明地站在朝堂之上。忽地，耳边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响声。等我抬头看去时，正好撞见一个踉跄的背影。那人头也不回，走得匆忙，不知听到了多少。一股寒意从心头涌了上来，瞬间席卷了我全身。站住！我顺着他离开的方向追过去，只看到了一地烧成灰的纸钱。那块光秃秃的墓碑上刻着前户部侍郎的名讳。我记得这位户部侍郎
他没有子女，也没有妻妾，而他在朝中唯一的好友就是右相。我正了正神色，快步下山。小厮候在马车边，刚才可有人下山？小厮仔细想了想，是有一位大人，我还记得他手上提着的那个糕点盒呢，棕红色的，像是揽月坊的点心。派人去查，今日右相是不是去过揽月坊，还有右相那边的动静，时时刻刻都帮我盯着。不出一个时辰，我就收到了右相进宫的消息。这厮当真是一刻都忍不了，刚抓到我这样大的一个把柄，这位把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政敌，就急着去萧富雪跟前告状了。若是我先一步见到萧富雪，主动认罪，事情说不定有转圜的余地。要是右相先一步，恐怕今天就是我和我哥的死期了。我强撑着换上官服，暗暗骂了右相一句：小肚鸡肠。我和右相的马车几乎是同时到宫门口的。下马车时，右相脸色并不好看，甚至不敢回头看我一眼。殿门外的大太监看看我，又看看右相，他迟疑地出声：两位大人，今日这是？臣有事启奏。臣有事启奏。我和右相同时出声，针锋相对，谁也不让谁。大太监有些为难，他进殿禀告了一声出来：两位大人都请吧。为官5载，我曾无数次踏入这里，可今时不同往日，这次来我抱着必死的决心。倘若牺牲我一人，就能保全宋家所有人，那也是值得的。刚看见萧富雪的身影，我直接屈膝跪地：臣有罪。我话音刚落，旁边扑通一声，右相也跪在了地上。臣也有罪。原本打好的腹稿直接卡死在了喉咙里。恍惚中，我怀疑自己听错了。大昭的左相和右相同时跪在大殿上认罪，萧富雪神色晦暗不明，他像是气到了，以至于很轻地笑了一声：什么罪？平时说话做事缓慢的右相，这次反应快得出奇，他先我一步开口：臣已有功自居，直至今日才发现变法上有不足，宋大人劝阻臣，却因此被贬领州，臣有罪。我诧异地看向右相，怀疑他是中了邪。萧富雪缓步走了下来，似笑非笑：是吗？臣甘愿受罚，还望陛下收回成命，将宋大人调回京城。我没听错吧？这是在为我哥求情？难道是揽月坊的糕点吃多了，吃坏了右相的脑子？正想着，萧富雪的目光倏然落在了我身上，他唇角勾着，眼底却没有笑意。左相又有何罪？我浑身一颤，这应当是入朝为官以来，萧富雪第一次这样唤我。侧头，我斜斜地瞥了一眼右相，虽然不知道他为何突然替宋清安求情，也不知道他在山上听到了多少，但是今日右相应当没有把我女扮男装这件事说出去的意思。那我犯不着自己跳出来把自己送上断头台。臣……我停顿了一瞬，臣不小心将放在书房的御赐夜明珠给打碎了。大殿里再度安静了下来，气氛冷得可怕。领州宋清安的事在议，左相留下。等殿里只剩下我和萧富雪2人，他丢给我一本折子，字太丑了，朕懒得看，你念给朕听。刚劫后余生，我手脚都是软的，好不容易抓住那本折子，翻开一看，我两眼一黑，又是我哥的字迹。从前私塾先生说他字丑他还不认，非说这是自己自创的书法，将来是要名垂青史的。也就是因为他字太丑，所以他寄给我的书信哪怕被人偷了我也不着急。除了我这个亲妹妹，也没人能看懂了。写给萧富雪的折子，字虽然端正了许多，但也没好到哪里去。我硬着头皮读了下去。奏为领州江岸，宋清安洋洋洒洒写了大几千字，200字在讲他在领州做了什么，疏浚领湖，修理河堤，赈济灾民，剩下的字都在说废话。最后甚至还真情实意地邀请萧富雪去领州看看，说那里瓜果鲜美，民风淳朴，自己刚待了半个月，又圆润了一圈。我读完这封奏折，有些复杂。宋清安的荒唐事听多了，我差点就忘了。想当初他也是从千万人中被拔擢出来的天才，看着有些不靠谱，但他是真心实意在为百姓做事的。无论被贬到哪里，他都没什么怨言，顶多和我诉苦几句饭菜太难吃，
没几天就能苦中作乐，开始勤勤恳恳的忙碌。宋爱卿，萧富雪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我跟前。你心底这根弦有时不必绷得太紧了，宋清安他比不过你，但也绝非蠢材，朕放他历练，还望你们兄弟能明白朕的良苦用心。我放下手中的折子，恭恭敬敬地朝着萧富雪行礼。臣明白。一抬头，萧富雪正悠悠地看着我。你最好是……我怀疑萧富雪在点我。出宫时，我还不忘虚心向大太监请教。公公，陛下今日所言何意啊？大太监掀起眼皮。陛下这是不高兴了，等着大人哄呢。我怎么得罪萧富雪了？这段时间，我老实的像一只鹌鹑，就怕树大招风把我命给招走了。见我不解，大太监压低声音。左相和右相一同进谏，还异口同声，眉来眼去，如同做了夫妻一般，这陛下能高兴吗？我像是被人踩了尾巴，猛地退开一步。怎么可能？我和右相都是男的，而且这右相可是我政敌，要是我心眼子小一点，早就背地里扎了10个小人了。大太监摆手，有几分怜悯地看了我一眼。罢了罢了，我没把大太监的话当回事，因为当晚回去，我就收到了来自宋清安的第2封信。他在信中说自己是真的喜欢上了那个野人姑娘，连压箱底的私房钱都掏出来做聘礼了，还请我1个月后去喝喜酒。我连夜给他写完回信，第2天一早就收到了右相的拜帖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我都想好了会受到什么样的刁难，可没想到右相见到我，一句难听的话都没说出口。他的目光透过我，像是看见了记忆中的另一个人。你很像我阿姐。我刚想说不敢当，右相都30好几了，荒唐点能把我生出来了，还说我像他阿姐。我阿姐好武艺，13岁离家出走，找师傅学了一身武功。他告诉我，他将来可是要当将军的。大招重文轻武，女将军更是闻所未闻，难道阿姐她会不知道？她就是要当这第一人。右相怔怔地看向窗外，好似那里还站着那个意气风发的阿姐。那她当上将军了吗？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轻颤着。没有。右相眼底闪过一抹痛楚。我倒是宁可他死在战场上。我爹装病，将他骗回了家。我爹说，这样在外头抛头露面的女子，日后就嫁不出去了。他给阿姐灌了药，将人抬上了花轿，等我从私塾赶回来时，已经追不上了。阿姐一身武功被废，要她端茶倒水，孝顺公婆。她在那里蹉跎了整整10年，等我高中前去接她那日，她换上了自己从前的戎装，将和离书扔在了那个男人脸上。临走前，阿姐还是笑着的。她抓着我的手说，我江临安下辈子还要当将军。直到深夜，我才将右相送出了门。他看向我的目光里有羡慕，有钦佩。宋大人留步。右相坐上了自己那辆旧马车，依旧提着揽月坊的糕点，借着月色摇摇晃晃地消失在了尽头。我突然觉得我能做些什么，我应该做些什么。从那日和右相彻夜长谈后，我和他的关系缓和了许多。不过在朝堂上，该争论的还是要争论。吵完，几位同僚还能小酌几杯。结果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眼里，我和右相走得太近了。京城里我和右相的流言传得沸沸扬扬。什么流言？我咬了一口桃子，随口问了个小厮。小厮眼珠胡乱转了几圈。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说大人和右相化干戈为玉帛，如今情同手足，惺惺相惜。我蹙眉，没有了。还有，但是不重要，就是说大人和右相如胶似漆，形影不离，情投意合。等会儿，这几个词是这样用的吗？查一查，到底是从哪里传出来的流言。说完，我又咬了一口桃子。这桃子味道倒还不错。也不知怎的，最近萧富学总爱赏赐我些东西。上次的夜明珠，这次的桃子，还有今天刚送来的麂匹布，据说是江南来的绸缎，柔软的不像话。压在麂匹布下的是一个小锦盒。我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截布料，被人整齐剪开，端端正正地放在了其中。当着小厮的面，我将那块布料拿了出来。大人。小厮欲言又止。
说：“这不会是一截袖口吧？”我僵硬地将目光落在了布料上，上上下下看了一遍，真的是袖口。这块布料瞬间变成了烫手山芋。我将它丢回了小锦盒，一回头又看见了摆在桌上的几个桃子，分桃断袖。这种时候，再迟钝的人也反应过来了，萧富雪是在暗示我什么？难不成是我和右相的流言传进宫里去了？还没等我想出个所以然，宫中传来旨意，萧富雪要微服私访，指明让我随侍，又向监国。先帝曾南巡7次，一去就是半月。这半月里，臣子和皇帝几乎是同吃同住。半月时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，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身份。最简单推开这桩差事的法子，就是装病。太监来传旨时，我刚绕着院子跑了3圈，双颊泛红，躺在床上，俨然一副高烧不退的模样。这可如何是好？传旨太监只能回去禀告。为了把这场戏演得逼真，我还让大夫在我房中熬药，整个屋子都熏出了一股草药味。萧富雪换了身常服来探病时，我刚和几个丫鬟小厮推完牌九，一听见脚步声，我慌忙将骨牌全倒进了被褥里。陛下，我装作要起身行礼，稍稍一动，被褥里的骨牌就发出了清脆的撞击声。萧富雪神色如常，制止了我的动作。今日这相府没有君臣，只有萧富雪和宋清玄。我克制着动作的弧度，又慢慢躺了回去。萧富雪也不出声，就坐在床边，安静地看着我。我本以为在这种时候，自己应该毫无困意，也许是推了一夜牌九，眼皮开始打架了。直到我昏昏欲睡之际，他才开口：“是吓到了，所以不敢随我南巡吗？”我艰难地将眼睛睁开一条缝。许久后，萧富雪的声音在寂静的室内响起：“分桃断袖，宋清玄，你这般聪明，难道猜不到我对你的心思吗？”等我一觉睡醒，萧富雪已经离开了。我面无表情地掀开被褥，倒出那堆骨牌。其实我一字不差，全都听见了。但是在那种时候，除了装睡，我也想不出别的法子。我本以为自己有足够的时间，循序渐进，可以改变如同又像阿姐那样的女子的命运，可以改变这世间的偏见，哪怕只是一点。可这种时候，我被萧富雪看上了。自从女扮男装入朝为官后，我就再也没想过这一生能和谁相伴，也从来没想过那个喜欢上我的人会是萧富雪。装病了3日，眼看南巡在即，我又听说了萧富雪这次南巡就是去岭州。就宋清安那核桃大的恼人，我怕他一天能得罪萧富雪800次。陛下，臣的病突然就好了。我掩袖，装模作样的咳嗽了2声，心里把宋清安骂了无数遍。豁出去了，我再捞宋清安最后一次，哪怕后面他被抓到野人部落里，我也不管了。南巡这一路，萧富雪就带了一个贴身侍卫，4、5个暗卫，以及运船的我。岭州路边只有船只接送，我吐得昏天暗地，这下都不用装，是真病了。半梦半醒间，我总能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守在床边，我稍一动作，他就能惊醒，然后端上来一碗温热的药。阿玄，喝了药就好了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甚至有些恍惚，脚离开水面，彻底踏上岭州的土地，我整个人都消瘦了一圈。萧富雪抬手，动作自然地将披风披在了我身上。我诚惶诚恐地退开一步。陛下，臣自己来。船上的那些日子，如同一场旧梦，直至吹到岭州的风，我才从梦中彻底醒了过来。萧富雪动作一顿，我和萧富雪之间隔着太多了，切不可让自己继续沉沦下去。我那个不争气的哥哥，此刻正在水田里劳作，他顶着个斗笠，绑好裤脚，撸起了袖子，干得卖力。有人提醒他：“宋大人，陛下来了。”什么下？宋清安头也不抬。是陛下。陛什么？要不是尚在病中，我真想过去抽他一个嘴巴子。站在宋清安边上的姑娘直接掀了他的斗笠，把人往后一转。宋清安这才看见萧富雪，他瞪大双眼。陛下。缓慢的，他又看见了站在萧富雪旁边的我。妹，
没事吧，老弟你怎么也在这儿？岭州这地方偏远，也多了许多在京城从未见过的瓜果。宋清安安排了一场接风宴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倒是热闹。中途有位端菜的姑娘，时不时朝我看一眼。她看的次数多了，我如有所感，抬头朝她看去。然后人家姑娘羞红了脸，掩面跑了。哎呀，老弟，瞧你把人家吓的，喝一杯。酿的果酒不醉人。我接过了酒杯，余光中，萧富雪的脸色阴沉。谁又惹到这个小肚鸡肠皇帝了？我避开他的目光，举起筷子吃了这些天来的第一顿饱饭。在船上难受成那样，吃什么吐什么。一到了岭州，简直是胃口大开。果酒酸甜，不知不觉中，我喝了整整一壶。有宋清安在，就绝对不会冷场。菜没吃几口，他在岭州的故事倒是讲了一箩筐。最后，他推推我的肩膀：“阿璇，你看见我的心上人了没？就是在水田里摘了我斗笠的那个姑娘。一开始，她都不会说岭州话呢，现在她全家都搬到了岭州。我和她的亲事就定在了这月初8，算过了，是个好日子。阿璇。”我睁着一双茫然的眼睛。骗子！什么？你不是说果酒喝不醉吗？头有些晕乎乎的，明明还残留着几分清醒的意识，可手脚都有些不受控制。宋清安拉住了我：“你去哪？回去休息，不然在这儿撒酒疯吗？”我用力甩开了他的手，这一下把自己甩得也踉跄了几步。有人及时扶住了我的肩膀，我撞在他身上，抬眸朝他看去。在哪？朕，我送他过去。起初几步路，我还在提醒自己，此刻扶着自己的是萧富雪，是皇帝。后面酒劲上来，我连眼前人是男是女都分不清了，还以为是从小到大一直陪着我的如云。一路上我嘴就没停过，从朝堂上那些迂腐的老东西，骂到京城西方里那个写我和右相画本的家伙。右相他都年纪这么大了，我给如云比划，他差点就能当我爹了。写这种画本的应该被抓进官府，通通关起来。那写你和陛下画本的呢，也要被关起来吗？如云问。当然，我是男的，陛下也是男的。我双手抓着如云的脸往旁边拉。你忘记了，我的身份不能暴露，我和陛下是不可能的事。如云的声音很轻。什么身份？我松开了手，随便找了个田埂坐下，突然不出声了。如云就安静地坐在我旁边。我已经是大昭最年轻的左相了。一把拽过如云的衣领，我凑近，鼻尖几乎要撞上他的鼻尖。难道我比那些人差吗？那群男的都能站在朝堂上，我为什么不行？见如云不出声，我继续逼问他：你说我做的不比他们好吗？等有朝一日，大昭定会有更多女官、女将军、女状元。如云，我等得到那天吗？我将头埋进了他怀中。别还没等到，自己先暴露身份了。陛下心思重又多疑，我都怕自己哪天犯了他的什么忌讳，小命不保了。没有我在，我那个只知道吃的蠢货哥哥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何时被人带到房中，何时睡过去的。等到隔日睁开眼睛，我心如死灰地躺在床榻上。哈哈，这下是真的要死了。也不知道现在差人给我寻一处风水宝地做坟，还来得及吗？如今我只能寄希望于萧富雪也喝醉了，而且完全忘记了我说过的话。屋里没人，连宋清安也不见了踪影。我拦下人询问：陛下，他一早就和宋大人修水渠去了。前些日子风雨太大，刚修好的水渠转眼又坏了。约莫走了一炷香，我才看见宋清安的身影。他和萧富雪如今的模样，我险些差点认不出来。两人几乎是融入了岭州的地方水土，和岭州百姓一起修水渠。由于太过认真，过了很久他们才注意到我。宋清安明显是长记性了，他朝我挥手，唤了声：阿璇，这里。同时，另一道不可忽视的目光也落在了我身上。我闭了闭眼睛，硬着头皮走了过去。需要我帮忙吗？算了，你这小身板还是到旁边休息去吧。你病还没好，昨夜又喝醉了酒，歇一会儿吧。两人几乎是同时出声的。
我低低地应了一声。偏偏宋清安这厮不老实，他还要自来熟地问萧富雪：“陛下，昨晚阿玄没撒酒疯吧？”萧富雪抬眸瞥了我一眼：“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还记得几年前的团圆夜，阿玄喝多了酒，把我当成了马，非要骑在我背上，不让骑，阿玄还要生气。要不是萧富雪在，我真想现在下去把宋清安的嘴给封上。那他昨夜还算听话。”我心里咯噔一声，只听见萧富雪说：“只是认错了人，把我当做了如云而已。明明照着还算灼人的太阳，我却手脚冰冷了起来。”陛下，我倏然出声：“臣。”一旁有个盘发的妇人，操着口领州的地方话，小心翼翼地仰起头，看向萧富雪：“是陛下吗？重修水渠，民妇有个法子。”他话音刚落，旁边很快有人反驳：“林家婶子，你能有什么法子？你念过几本书？又识得几个字？怎么张口就来？”还有人笑道：“林婶，你可不能在陛下和宋大人面前胡言乱语，出了馊主意，小心官府把你抓起来。这不快晌午了，还不快回家给你夫君做饭去？”林婶脸色涨得通红，她小声地反驳：“我说有法子，就是真的有法子。”可在众人的嬉笑声中，他踉跄地朝后退了2步，似乎要放弃了。就在我忍无可忍，决定出手之际，一道声音响起：“慢着！”萧富雪放下手中的东西：“重修水渠，你有什么法子？”萧富雪一开口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。林婶双手紧紧攥着衣摆，鼓足勇气：“依民妇看来，水渠之所以会……”半炷香后，林婶终于说完了。在场所有人都若有所思，只有些细微的反驳声：“妇人之见罢了，就是几百年下来，岭州的水渠都是这样修建的，怎么能说改就改？”但大多数人都听了进去，还有些人面露惭愧。林婶说的对，我站了出来。萧富雪回头，目光扫过众人：“你们在嘲讽她只是个民妇的时候，不被你们放在眼里的妇人之见，已经能救下整个岭州了。”这句话震得我心头发麻，好半晌都说不出话来。萧富雪又问了林婶一些水田、庄稼之类的事，林婶都对答如流。封林嫔为女官，协理宋大人重修水渠，从古至今从未有过女官。我怔怔地望着她，而萧富雪眼底含着笑意，目光缱绻，朝我看来。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，有赞许的，也有不认同的，一时间诗篇满天飞。出乎他人意料的是，最古板的右相听闻此事，居然也点头了。不光是女官，还应该有女将军、女先生才是。接下来在岭州的几日，每当我鼓起勇气去找萧富雪时，她总是不在。我这个犯了欺君之罪的人还没害怕，萧富雪倒是躲起来了。终于有一日，我将人堵在了门口：“陛下，臣有罪。臣女扮男装，参加科举，入朝为官5载。臣犯了欺君之罪。”萧富雪很轻地叹了口气，有些无奈：“阿玄，你明知道朕不会怪你，朕这些日子避着你，只是有些……”萧富雪没说下去，我却很快反应了过来。不久前，她还在偷偷吃醋，给我送来桃子和袖口，暗示自己的心意。结果我是个女子。萧富雪有些懊恼，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。想到这里，原本还有些慌张的我出奇的平静了下来。那陛下还是喜欢男子吗？萧富雪屈起手指，抬手在我额头轻轻敲了一下。我只是喜欢你，你不管是什么模样，我都喜欢。我倏然想起来岭州的路上，因为晕船，我食欲不振，夜不能寐，整个人消瘦得厉害。萧富雪就守在我床前，事事亲力亲为，我只要稍微动一下，她就能惊醒。那张脸早就在那些日夜里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。我伸手抱住了眼前人：“我都听见了，可不许耍赖。”萧富雪浑身一僵，小心翼翼地回抱住了我，手逐渐收紧：“阿玄，回京后你恢复女子身份吧。我不要你辞官，也不要你做我的皇后，成为我背后的影子。我要你名垂青史，永远站在我身侧。”我用力点头：“大昭的夜里，明月高悬，一如往昔。但我知道，从今日起，越来越多的江临安、
越来越多的灵瓶会如星星之火，燃起燎原之势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